中国外交部证实，美国务卿布林肯将于近日访华。与此同时，美方仍不断炒作所谓产能过剩议题，并再次挥舞加征关税、启动301调查等贸易大棒施压中国。17号，美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发起针对中国海事、物流和造船业的301调查。中国商务部对此坚决反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错误做法。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于下周展开为期4天的访华行程。美方将布林肯此行形容为一次重要访问，计划与中方讨论包括商业和教育在内的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18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证实了这一消息，但并未透露具体日期和其他更多安排。中方欢迎布林肯国务卿近日访华。外界注意到，拜登政府近期积极寻求与中方接触。本月初，美国财政部部长耶伦对华展开为期6天的访问，就中美经济关系、应对全球性挑战等议题与中方深入交换意见。紧接着，美国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和白宫国安会中国事务高级主任贝沙兰访华，就被认为是为布林肯即将展开的中国之行进行协调。尽管拜登政府高官密集来华沟通交流，但美方同时又在不断利用所谓产能过剩议题、加征关税和启动301调查来施压中国。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当地时间17号宣布，在对5个全国性工会向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提交的请愿书进行审查后，该部门正在发起对中国针对海运、物流和造船行业的支配性行为、政策和做法展开调查。今年3月，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牵头其他4大工会组织向拜登政府提出请愿。126页的请愿书中罗列了过去20年间所谓中国政府不公平支持其造船业的证据，并对整合供应链物流数据的中国国家交通运输物流公共信息平台提出所谓国安担忧。请愿书渲染，中国的主导优势正扼杀所有竞争对手，威胁到了美国的国家安全。16号，戴奇在国会有关拜登政府2024贸易议程的听证会上呼应工会的主张，并明确表示，美国要用包括启动301调查在内的贸易工具来对抗中国。For many years now, we have seen how the PRC's non-market policies and practices, left unchecked, have devastated many working communities and industries across our country, including many in your districts. Steel, aluminum, solar panels, batteries, electric vehicles, and critical minerals, just to name a few. As the President said during his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this administration will continue to stand up to the PRC, and we are prepared to use our trade tools in this effort, including through new Section 301 action and our 4-year review of the China Section 301 tariffs. 所谓301调查是指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条款，授权美国贸易代表可对他国的不合理或不公正贸易做法发起调查，并可在调查结束后建议美国总统实施单边制裁。就在戴奇宣布启动301调查的第一时间，中国商务部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17号晚间，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发表谈话称，美方申请书中充斥大量不实指责，将正常贸易投资活动曲解为损害美国家安全和企业利益，将自身产业问题归咎于中国，既缺乏事实依据，也有悖经济常识。美多份研究报告显示，美造船业因过度保护，在多年前就已失去竞争优势。美方为本国产业提供数以千亿计美元的歧视性补贴，却指责中方采取所谓非市场做法。事实上，中国产业的发展是企业技术创新和积极参与市场竞争的结果，美方指责根本站不住脚。上世纪70年代，美国造船业的产能曾一度称雄全球。近50年后的今天，美国的商用船舶产量已不足世界总量的1%，全球排名跌至第19位。回顾美国造船业的发展史可见，其不可避免的衰落皆源于自身问题。首先，上世纪80年代，美国取消了对造船业的大部分补贴，造成美国造船业萎缩。随着美国制造基地的萎缩和外包，生产新船所需的大部分原材料和零部件便无法在美国获得。同时，由于生产方式的改变，美国承包商不愿扩大生产，美国对技术、工厂设备和工人培训等方面的投资日趋减少，而日本、韩国和中国等国的船舶制造业则相继崛起，蓬勃发展。英国金融时报指，在过去20年间，中国的远洋船产量是美国的3倍。去年，
中国生产了1000多艘远洋船，而美国仅生产了10艘。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近日发表题为《对不起工会，美国造船业的困境与中国无关》的文章称，早在中国崛起前，美国就已经沦为全球造船市场的边缘角色。那这一次的话，针对海事物流这一块，其实它还是考虑到中国任何一个产品都需要通过物流运到美国。如果说你这个成本非常低的话，他认为依然会影响它国内产业的竞争力。当然，我个人感觉这更像是一个圈套，说白了就是国内本土的产业都希望自己能发展好，那这样的话，外来的竞争者如果说竞争优势很强的话，我必须是要把它排外的。那排外的理由很可能就是正好吻合当前拜登政府的一些主张，所以他就顺势而为往下推了。2018年，特朗普政府就曾依据301调查，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大规模征收高额关税。中国商务部发言人指出，美国上届政府启动对华301调查，并对华加征关税，已被世贸组织裁定违反世贸规则，受到众多世贸成员的反对。美方出于国内政治需要发起新的301调查是一错再错。我们敦促美方尊重事实和多边规则，立即停止错误做法，回到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中来。中方将密切关注调查进展，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捍卫自身权益。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总统拜登当地时间17号在位于匹兹堡的美国钢铁工人工会总部举行选举造势活动时，喊话戴奇，在对现行301条款调查结束前，考虑对中国钢铁加征3倍关税。Look, right now, my U.S. trade representative is investigating trade practices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regarding steel and aluminum. If that investigation confirms these anti-competitive trade practices, then I'm calling on her to consider tripling the tariff rates for both steel and aluminum imports from China. 匹兹堡所在的宾夕法尼亚州是美国大选的战场州之一。匹兹堡有着钢铁之都的称号，居住着大量蓝领民众。美媒直言，拜登似乎在效仿对手特朗普的老招，通过释放强硬信号争取选民，特别是工人阶级。18号，中国外交部、商务部同时对此事予以回应及驳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称，美方对中国的指责没有事实依据，相关措施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做法，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称，我们一贯要求美方切实尊重公平竞争原则，遵守世贸组织规则，立即停止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的正当权利。美国国内的批评者认为，增加关税只会适得其反，抬高美国消费价格，并加剧通货膨胀。且如果中方采取反制措施，则会增加美国其他进口中国产品的成本。观察指，美方滥用贸易工具只会造成双输结果。而在大选临近的背景下，无论是拜登还是特朗普祭出此招，不过都是为了自己的选情谋私利。拜登现在在跟特朗普某种意义上是在抢选票，我现在也对钢女实施很强硬的措施，我把你想好的下一步策略我给提前打出来了，然后来争取你的选票。我觉得更多的是有这种成分在里头，表演成分很多，那选票是最终的目的。好，国家统计局16号发布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3%。多家国际机构纷纷上调2024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其中就包括瑞银。在接受深圳卫视专访时，瑞银亚洲经济研究主管、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汪涛认为，出口和消费成为中国经济开门红的2大亮点。未来如果能稳固提升内需动力，将帮助中国经济持续向好。而面对美方的非经济手段打压，中国更应聚焦内在发展，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特别是继续扩大开放，通过更广泛的国际合作来应对美方小院高墙的限制。一季度国民经济开局良好，连日来多家国际机构上调2024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其中瑞银将2024年中国实际 GDP 增速预测上调0.3个百分点。瑞银亚洲经济研究主管及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汪涛在接受深圳卫视驻港记者专访时称，从一季度经济数据来看，出口和消费是亮点。
出口方面的一个呢是借助于这个全球科技产品上行的一个周期，另外一个呢就是外围的需求，经济比较强，所以中国整体出口应该是好于预期。另外呢就是一季度，我觉得还有就是春节，今年的春节，是过去几年来大家可能有一些这个积累的这个需求释放的比较充分，所以呢整个带动了这个春节期间的消费，尤其是服务业方面。汪涛同时提醒，从一季度数据来看，价格下行压力依然存在，未来要继续关注内需动力不足的问题。这主要是房地产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持续下降。他认为，在新旧动能转换之后，房地产对于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肯定比过去10年的平均水平小。另外，目前中国制造业和投资相对来说比较旺，未来需要努力将需求方面补上，调整至供需两旺的状态，能让中国经济更加健康的发展。那如果我们放长远来看的话，您觉得我们怎么样能够走得再稳一点呢？因为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说，大概60%左右的家庭财富都是在房地产上，所以如果房地产出现进一步的下行，那么对于消费者的信心，对于居民的财富都有负面的影响，所以就是能够及早稳住，会能够有利于稳定消费者的这个信心。另外一个就保证这个平稳的发展呢，我觉得还是要从这个内需、从就业、从这个收入、居民收入这方面去着手，从居民信心方面着手。中国是世界上100多个经济体的最大贸易伙伴，在世界经济脆弱复苏的大环境下，中国经济向好无疑给全球经济增长注入信心和动力。值得注意的是，近期美国、欧盟等方面炒作所谓产能过剩的话题。对此，汪涛分析称，外界一些关于产能的关切，很大原因是考虑到了中国本身的经济体量。近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金贤东就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供给需求具有全球性，各国的产能由其产业比较优势决定，世界各国只有加强合作，才能谋求共同发展。其实大部分国家在很多行业上，它如果有出口，它的这个国内的生产的供应肯定是大于它国内的需求的。这个本身不见得是产能过剩。在外部环境方面，汪涛认为，美国经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实际上有正负两方面。一方面，美国经济韧性强，将有力促进中国出口。从一季度出口数据的好转来看，中国1、2月份对美国出口增长非常明显，包括一些普通消费品。负面影响则体现在美国通胀目前仍在比较高的位置徘徊，美元强势会给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包括给人民币带来贬值压力。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中国经济还面临美国保护主义的挑战。汪涛认为，美国的限制措施，尤其在高科技领域对中国的围堵很难在短期放松。中国目前的发展重点是继续加深和扩展我们的对外开放政策。美国它有这种制裁的措施的话，我们怎么样来在哪些产业我们可以再加重的发展呢？创新方面呢，如果面临高端的一些限制的话呢，它肯定会对我们的这个创新的这个速度或者是应该说成本都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那我们怎么能鼓励创新呢？除了就是自己投入增加投入以外呢，我觉得还很重要的也是要保持这种竞争和这种开放。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呢，就是很多成熟的行业，我们中国这个生产力水平相对来说比发达国家还是比较低的，都有创新和这个就升级换代的空间。所以我觉得我们可能不需要仅仅是把目光盯在最高端的，因为我们其实还有很多最主要的一些生产是在中端或者低端，那还有很多这个升级的空间。澳大利亚17号公布了该国首份国防战略，计划在未来10年增加503亿澳元的国防开支。法新社声称，这显示出面对中国所谓胁迫手段和太平洋地区冲突风险日增，澳大利亚将进一步聚焦亚太地区。中国外交部当天回应表示，希望澳方正确看待中国发展和战略意图，摒弃冷战思维，多做有利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事，不要动辄拿中国说事。据法新社报道，这份长达80页的文件对太平洋地区的安全状况进行了悲观评估，
并提出大规模增加国防开支，以重组澳军的计划。其核心是发展一支隐形核动力潜艇舰队，将关键导弹能力提高2倍，并发展一支大型水面作战舰队。这一战略可归结为让任何针对澳大利亚利益的攻击都变得代价高昂、风险巨大。具体而言，澳大利亚政府宣布，在未来10年将再增加503亿澳元，约合2337亿元人民币的国防开支。目标是在10年内使澳大利亚的国防开支总额在国内生产总值占比提升至2.4%。根据新发布的国防战略，到2033至2034财年，澳大利亚政府10年内在军力方面的总投入将达到3300亿澳元，约合15401亿元人民币。The essential thesis of the Defence Strategic Review demanded a shift from this balanced force to a focused force. There is now one job at hand: transforming our future capability such that Australia can resist coercion and maintain our way of life. 除了军费激增，报告中涉华部分更值得警惕。报告鼓吹，面对中国的所谓胁迫策略和太平洋地区不断上升的冲突风险，澳大利亚正面临2战以来最具挑战的战略环境。此外，中美之间日渐加深的战略竞争带来不确定性和紧张，也使澳大利亚有必要采取全新方式进行防务工作。澳大利亚它的这个战略报告中间涉华的部分呢，可以说总体上延续了这个澳大利亚一贯的在这个军事上对于这个中国的这种就是横加指责、无端猜测，甚至是有的时候是叫给自己强行加戏的这么一个状态，只能说是并不奇怪啊，而也是他这个一贯的这种为了国内的这个利益和甚至有的时候是有党派政党之私的这样的情况，去炮制出来这样一份报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事应询表示，当前地区安全风险主要来自个别域外大国在亚太拼凑排他性小圈子，制造阵营对抗，特别是在南海地区兴风作浪，唯恐天下不乱。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希望澳方正确看待中国发展和战略意图，摒弃冷战思维，多做有利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事，不要动辄拿中国说事。国际舆论普遍关注到，澳大利亚的新国防战略反映了在美国的诱导和蛊惑下，澳方对当前亚太地缘战略局势存在严重误判。因此，澳大利亚的国防战略由过去的防守型转变为如今的外向型、干预型。实际上，澳官方就毫不避讳新国防战略背后的美国因素。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更是在17号的演讲中直言，此举正是配合美国的印太战略。It is important that Australia plays its global part, and we are, and we will continue to do so. It is what our ally, the United States, does expect of us. 深圳卫视注意到，特朗普政府开始落实和推进其旨在遏制、阻挠和破坏中国和平发展的印太战略后，将澳大利亚作为其战略棋盘上的重要棋子。但是，拜登上台后，澳大利亚的角色发生了一个显著变化，其分界线就是2021年9月美英澳结成的3国安全伙伴关系，即所谓奥库斯。在奥库斯的日程上，首要就是为澳大利亚打造一支核潜艇舰队，其重点就是要为澳大利亚的进攻型军事能力赋能，使其能够充当远程输送军力和实施远程军事打击的能力。中国澳大利亚研究会会长陈红认为，这也标志着澳大利亚对于美国而言，角色从南毛向南毛演进。具体而言，在前奥库斯时期，美国给澳大利亚部署和分配的职能基本沿袭了2战期间的模式，即澳大利亚更多的是充当美国军事战略的后备基地，而作为南毛后，澳大利亚则主要承担为美国可能发动的军事冒险行动提供后勤服务的职能。因此，澳大利亚从毛向毛的转型，表明它在美国战略中性质的变化和权重的加强。它需要去进行某种程度上与美国的这种国家战略进行一个相对的这个应和，以实现说表现说与美国的这种盟友关系，所以它会在反复的在这个过程中寻找敌人。需要指出的是，美澳之间虽然在政治、文化等方面存在共性，两者之间仍有明显战略利益差异。而中澳在经贸等领域的巨大关联，让澳政府不敢忽视。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
两国经贸关系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了澳大利亚国内大批选民的切身利益。澳大利亚政府每届任期只有3年，因此回应选民的关切是执政党的要务。明年澳大利亚将举行联邦议会选举，因此分析认为，阿尔巴尼斯政府努力加大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对其争取在选民中的支持，确保在中小企业、农牧业主的票仓有直接关系。与此同时，对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结果的观望，也使阿尔巴尼斯政府在处理对华政策时应采取更加审慎的态度。澳大利亚国防部公布新国防战略，并借口所谓中国采用胁迫策略为自身政策辩解。那对此您怎么看呢？首先呢，澳大利亚方面呢，确实在近些年啊，启动了它所谓的雄心勃勃的这个增强国防的计划。那么这个计划呢，一方面是通过比如像AUKUS这种所谓的平台啊，试图在澳大利亚建立一些这种纵深的打击，包括我们甚至是这种核潜艇这样的战略的威慑能力。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防方面去极大的这个提升投资啊，从这个国防预算从 GDP 的2%，现在要提升到2.4%，大概可能新的一年的财年可能320亿、330亿美元的预算。当然了，我们说这么庞大的数字之中呢，最后留在澳大利亚的量可能并不大，因为我们说从2023财年，澳大利亚的整个经济总体的这个情况来看呢，它的所谓这个国防相关的啊，包括这个维护保障，包括跟国防相关的建筑业，累计可能给澳大利亚提供的这个就是都不是 GDP， 是 GVA 啊，就是 GDP 加上补贴加上税收加到一块儿，可能也就是75亿美元左右的一个数字。那么对于澳大利亚来讲呢，可能在像新南威尔士啊，包括维多利亚这些州呢，它大概可能每年所提供的 GVA 呢，也是在这个34亿，包括我们说可能22.45亿这样的一个水平，并不是特别高。那么另外呢，整个澳大利亚的这个制造业的人口里面，可能也只有我们说几万人，6万左右的人员是跟国防相关的，而且这些企业很多都并不是澳大利亚企业，而是这个外资在澳大利亚设立的生产厂。那么因此呢，对澳大利亚的经济来讲，我们说这种加大国防预算提供的意义相当的有限啊。那么但是呢，我们说因为考虑到澳大利亚的政治之中，那么受到比如说尤其是美国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所以很多的项目我们看得到，基本上是最终是美国、英国获利，包括这个澳大利亚方面寄予厚望的所谓 AUKUS。那么现在在美国公开的表示，弗吉尼亚潜艇的产能不足，那么澳大利亚基本上不可能在2030年前后获得他所要的潜艇的情况之下，澳大利亚方面仍然那么坚持要在这个相关领域这个无底洞里面砸钱。那么这点上呢，就让外界有很多的质疑了，就是是不是说因为这个项目，那么似乎有政治正确的问题，似乎有美国对澳大利亚的这个国防甚至整个政治控制的意义在，所以澳大利亚方面不敢去停止相关这样一个几乎一定会失败的项目。根据新国防战略，澳大利亚未来10年将额外拨款320亿美元，主要用于强化水面战力、核潜艇、水下无人机和远程导弹等方面。那您怎么来评价相关投资重点呢？说对于澳大利亚来讲呢，它在乃至于整个西方的军事工业体系之中呢，它的意义是很有限的。当然了，我们说澳大利亚其实一直在这个国际军援军贸市场上是一个买家啊，而不是卖家。我们说根据这个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研究，从2001年到2016年，澳大利亚的国防出口大概相当于它的国防进口的6.8%，是6.8%。那么对于澳大利亚来讲呢，这个增加的大量的这种所谓国防预算，最终并不会出现在澳大利亚的经济循环里面，而是会进入到我们说美国、英国的这些所谓西方的大型跨国的这种军事工业复合体的腰包之中，那么最后呢，可能会变为美国国内的一部分政界和军界人士的一个政治现金。那么当然，我们说也有很多人认为呢，澳大利亚方面在很多的这个就是美英获利的项目上面持续的投资，并不是说为澳大利亚的安全去获取保障，而是为了澳大利亚的一部分政客的个人的利益，那么去提供相关的保障。那么这种相关的行动呢，可以说就是慷整个澳大利亚之慨，那么为自己的未来买单。即便像这个核潜艇项目，现在来看，澳大利亚基本上不太可能按时间获得它所需要的潜艇，甚至很多人质疑，以现在美国核潜艇工业体系的进度，澳大利亚几乎不太可能获得潜艇。但是我们说，澳大利亚现在也不敢说把这个项目
暂停啊，而且呢要持续在其中投资，不光要出人，还要出钱。那么最后呢，可能反过来就是用澳大利亚的钱为美国自己海军的潜艇建造去进行一个增速的行动。那么其实另外像什么战斧导弹呐这些相关项目，其实都有类似的情况。那么另外还有一点就是美国的军方一直以来试图通过澳大利亚去向一些敏感的盟友，你比如说以色列去提供装备。那么现在围绕着 AUKUS 呢，美英澳之间实际上把最终用户这个所谓调查的相关清单的这个保证，那么予以了暂时的撤销。那么虽然理由是可以在其中节省，比如6.4亿美元，但实际上很多人质疑，就澳大利亚方面在未来会成为美国的一个所谓白手套啊。那么像那些可能会在美国国内带来巨大的政治压力的相关的国家和组织去提供装备，那么这点上我们说也会可能给澳大利亚的政治带来问题。澳方称将更加聚焦于保护本国在邻近地区的利益。那从奥库斯合作带来核扩散的风险来看，谁才是地区和平与军事平衡的破坏者呢？从现在这个美英的潜艇工业的规模跟进度来看，澳大利亚获得潜艇的概率极低。但是呢，我们说 AUKUS 本身虽然给澳大利亚一个所谓的饵啊，就是你可以获得核潜艇，但实际上现在美英所着力的就是2点：第一，澳大利亚要出钱出人帮助美英去改进加快本国潜艇的制造；第二呢，就是澳大利亚的东海岸和西海岸要成为美英核潜艇的新的港口。那么为此，你像斯特林这些基地呢，进行了大规模的翻新。所以对于澳大利亚来讲呢，自己能不能拿到潜艇，能不能获得澳大利亚一部分人所梦寐以求的所谓海基的远程打击能力，这个现在要打个问号。甚至我们说把它描述为空中楼阁，可能都已经是太理想化了。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美英的核潜艇很快会在澳大利亚周边，以澳大利亚的基地为一个支撑点，那么向整个西太平洋方向去进行这种所谓渗透跟这个扩大影响。那么这个呢，对于整个西太平洋的和平稳定，当然是一个很大的这种不利的这种影响。而且我们说，对于澳大利亚来讲，那么当它本国的重要港口成为这个美英核潜艇基地之后，那么周边的这些可能跟美英比如陷入冲突的国家，难免要用手中所有的武器装备，包括核武器，去指向澳大利亚原本不至于被作为目标的这些港口和区域。所以对澳大利亚来讲，它等于凭空给自己招来了成为这种大规模的全面战争，甚至我们说是核打击的目标的这么一个结果。对这样的代价，澳大利亚人愿不愿意做？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18号启程再度访问大陆，预计将前往绍兴参加祭祀夏禹的文化活动。那么，此外，台湾地区立法机构中国国民党党团总召集人傅昆萁也将率团登陆，访问团中将有5至10名在任民意代表。马英九率台青参访大陆，在岛内产生的示范效应逐渐显现，岛内民众也期待两岸交流的大门可以进一步敞开。据台湾联合报报道，此次夏立言大陆之行将持续4天，除了参加祭祀夏禹的文化活动，还将前往杭州、嘉兴参访，预计在22号返回台湾。事实上，1个月前，夏立言对大陆进行了为期7天的关怀台胞之旅。率中国国民党大陆事务部人员造访重庆、成都、济南、青岛等城市，主要是拜会台商、台生和台胞。除了夏立言，目前岛内舆论高度关注的是台立法机构中国国民党团总召集人傅昆萁的大陆之行。联合报等台媒报道，傅昆萁本月25号将率5至10位国民党籍民代访问大陆。据悉，该行程早在2月就开始规划，原定本月19号出访。但受花莲强震影响，延至25号出发，将在北京待上4天3夜。傅昆萁17号傍晚表示，此行希望能争取陆客来台，台湾农渔产品销往大陆，并借此协助台湾百工百业复苏。这是一个非常关键重要的时刻。我想在今天两岸断线的情况之下，我们人民只有自救，政府不做，我们自己来做。傅昆萁说，这次访陆也会看看大陆的电动车产业。他强调，此次是以国民党团总召、政策会执行长身份访陆，代表党，而非私人身份访问大陆。傅昆萁与大陆渊源颇深，他曾担任花莲县长，被称作台湾政坛的花莲王。在任期间，他积极推动大陆观光客赴台旅游，也多次以花莲县长身份率团赴大陆参访交流。两岸开放观光后，花莲也成为了大陆民众最爱的台湾旅行目的地之一。数据显示，从2008年到2014年，来自大陆的观光客人数以平均每2年100万人的数量增加。
兴盛的旅游业也带火花莲经济，花莲民众生活水平逐步提升。然而，如今两岸交流进入寒冬，大陆旅行团赴台仍未开放。傅昆萁此行也希望能为岛内观光业带去一丝暖意。香港中评社指，傅昆萁当前是国民党地方派系代表人物之一。傅的访陆动机显示，蓝军地方派系希望两岸和睦，才有利于台湾经济发展。至于访问团的构成，目前已曝光的有明代黄仁、张志伦、林倩琪等人，其中黄仁是岛内原住民民代，张志伦则是属于新生代，来自新北市，林倩琪则是不分区民代。台湾联合新闻网引述不具名蓝营民代表示，此次傅昆萁的主要诉求是谈大陆赴台观光旅游，推销农产品，对于各个选区而言都是好事。蓝营民代此次访问大陆的时间十分特殊，赶在台湾地区新旧领导人5月20号交接之前。香港大公文汇网指，访问团是史上最大规模，如果能成行，能够向大陆传达希望两岸和平交流的台湾主流民意。当前台立法机构内部，中国国民党籍民代占多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也来自国民党，因此岛内舆论认为，通过此次访问，台立法机构内部如果可以形成推动交流的合力，也将倒逼未来民进党籍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开放两岸交流，这对于台湾民众而言无疑是件好事。中国国民党籍民代李彦秀17号回应指，相信傅昆萁会做好的安排，用对话取代对抗。两岸其实本来就应该有更多的交流，用更多的交流取代对话，取代对抗哦，这是国民党一贯的基调。来自金门的中国国民党籍民代陈玉珍也对傅昆萁此行表示支持，并呼吁民进党不要为两岸正常交流扣红帽子。我事实上是很想去的哈，如果我们这次过去，如果说是看对这个金门啊，我们陆客来到金门的观光哦，有多大的这个帮助啊？如果说我们金门陆客的观光可以这样帮助我们适时的开放，拯救我们现在很惨的这个各行各业化，当然这个我就会义不容辞。18号，国民党方面进一步回应指，傅昆萁以国民党政策会执行长以及立法机构党团总召身份，与多位同党籍民代赴大陆访问，针对台湾人民关心的两岸民生经济议题做充分沟通与交流，并反映多数台湾民意期望两岸和平交流的心声，维系两岸人民的利益与福祉。国民党强调，向来支持与大陆维系正常公开的交流与沟通，相信唯有增进两岸良性互动与积累善意，才能让台海免于战争威胁，促进区域的和平稳定。对于台立法机构的国民党党团总召傅昆萁即将率领一众中国国民党籍民意代表登陆访问一事，您怎么看呢？我注意到，在马英九带领台湾青年学子第2次登陆访问行程之后，岛内媒体就在猜测，下一个即将登陆的蓝营政治人物将会是谁？有猜宋楚瑜的，有猜王金平的，也有猜郝龙斌的。然而让大家没有想到的是，这次率团访陆的，居然是现任民意代表、台立法机构国民党党团总召傅昆萁，而且他不是一个人来，而是会带着一批国民党籍的现任民意代表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傅昆萁在行前还刻意强调，说自己不是私下组团登陆访问，而是以国民党党团总召兼国民党政治会执行长的身份。这也就意味着傅昆萁的这次登陆访问，跟既无党职也无公职的马英九，以及有可能会登陆访问的王金平、郝龙斌，甚至是跟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副主席夏立言都有明显的不同。后者只是代表个人，或者是代表其所属的政党，而傅昆萁本人不仅有党职，还有一个相对敏感的现任民意代表身份。除此之外，我认为更为重要的是，傅昆萁的这次登陆访问，还给两岸交流与合作打开了一个全新的想象空间。也就是，既然身为岛内民意代表兼国民党党团总召、国民党政治会执行长的傅昆萁都可以来，那接下来身为台立法机构负责人的韩国瑜为什么不可以来？假如继傅昆萁之后，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也登陆了，那就是两岸交流与合作方面的又一个重大突破。它意味着两岸人员交流
尤其是政治人物的交流，正在跨入敏感的深水区，同时也意味着两岸关系在平等与相互尊重的道路上又迈出了新的步伐。那傅昆萁的登陆以及未来韩国瑜在台立法机构负责人任上的有可能登陆，您认为其意义究竟体现在哪里呢？我认为这主要是跟岛内现行的体制有关。由于岛内实行的是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五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作为岛内民意代表与国民党党团总召的傅昆萁，以及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虽然不属于行政官员，不代表狭义上的岛内官方，但是他们就是属于岛内体制的一部分，是属于体制内的人。尤其是韩国瑜的身份，跟即将就职的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还是平起平坐的。也就是说，虽然由于民进党当局不承认9·2共识，导致两岸狭义上的官方以及半官方交流渠道，也就是海协会与海基会交流都中断了。但是岛内体制内的另外一股重要力量，也就是岛内的民意机构，却绕过了官方与半官方渠道，开始跟大陆展开交流了。而且跟台湾地区领导人一样，民意代表也是民选出来的，同样具有坚实而强大的民意基础。除此之外，我认为傅昆萁的登陆，以及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的有可能登陆，还可以起到反制蔡英文当局近年来力推的议会外事路线的作用。大家知道，这些年来，在两岸外事领域的激烈博弈当中，接连丢掉了好几个友邦的蔡英文当局，为了反制大陆，另外开辟了一个新的战场，也就是企图利用台立法机构及其民意代表并不是狭义上的官方身份的特点，来跟欧美等国家的议会展开交往。这就是近年来欧美国家的议员纷纷登岛的原因。然而让蔡英文当局始料未及的是，在中国国民党成为台立法机构内的多数党，尤其是韩国瑜当选为台立法机构负责人之后，中国大陆也开始抓住机会，以其人之道反制其人之身，跟台立法机构以及国民党籍的民意代表展开交往，而且跟蔡英文当局企图通过所谓的议会外事路线来掏空9·2共识相反。大陆的这一高招，这是为了进一步强化9·2共识的政治基础。台立法机构内的国民党党团总召傅昆萁率团登陆，又意味着接下来国民党的两岸政策出现了什么样的新动向呢？我注意到有评论从傅昆萁是中国国民党内地方派系的代表人物这样一个角度来分析傅昆萁登陆的意义。我认为这一评论的视角还是蛮独到的。众所周知，跟民进党一样，国民党内也存在着以连战为首的深蓝，以马英九为首的正蓝，以王金平为首的浅蓝或是本土派，以傅昆萁为首的地方派等几大派系。由于这几大派系在对9·2共识的理解上存在着大同小异的差别，导致了他们在两岸交往的态度上也出现了温差。这就是国民党内的浅蓝势力对两岸交往抱持相对谨慎态度的原因，也是这些年来国民党在跟大陆展开交往时不断受到牵制，甚至是缩手缩脚的原因。因此傅昆萁的这次登陆，以及接下来王金平的有可能登陆，的确是意味着国民党内长期以来存在着的政治分歧出现了缓和的迹象。本土派与地方派系正在向正蓝与深蓝派系靠拢，而靠拢的标准就是马英九先生所理解的9·2共识。而在我个人看来，国民党内政治分歧的淡化与化解，将会有助于其走出常年来害怕被民进党抹红与贴政治标签的阴影，更加义无反顾地走一条跟民进党分道扬镳的两岸道路。也就是跟民进党的台独路线相比，国民党将会更加坚定地走一条认同9·2共识的两岸和平发展之路。跟民进党的故意升高两岸军事对峙状态相比，国民党将会更加坚定地走一条避战求和的道路。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年来国民党在两岸路线上是有过彷徨与犹豫的，甚至是走过弯路的，曾经还一度提出要对9·2共识进行检讨。
而这次国民党再度修正自己的两岸路线，也就是重新回到九二共识道路上来，是因为2个原因促成的。其一是因为过去国民党对自己的两岸路线的怀疑与修正，不仅没有取得预期的政治效果，其典型标志就是在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连连失利，而且在两岸路线上跟在民进党屁股后面拿香跟拜，还导致了自我的迷失。其二是近7成民意支持马英九登陆访问，以及在刚刚结束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6成民众没有投票给赖清德，这让国民党重新看清了两岸关系的大方向。台湾地区首艘自制潜艇海鲲号还未建成，担任项目召集人的黄曙光近日向蔡英文请辞，但尚未获批。不过，岛内舆论对于他请辞的原因议论纷纷，涉及潜艇自制的贪污争议也再次成为岛内热议话题。黄曙光16号发表声明说，他请辞是因为身心俱疲，与他人无关，更无关任何政治因素。未来将以民间人士的身份为台船与海军造舰提供咨询。66岁的黄曙光是退役台海军2级上将，曾当过参谋总长和海军司令。他也是民众党不分区民代黄珊珊的哥哥。在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和海鲲号建造期间，他被名嘴和民意代表指控为贪污犯。去年10月3号，时任中国国民党籍台北市议员徐巧芯专门召开记者会，公开质疑台海军前顾问郭喜企图从自制潜艇中牟利，并涉嫌泄密、欺诈等行为。而郭喜正是在2018年2月至6月期间，受时任海军司令黄曙光的聘请而担任自制潜艇项目的无偿顾问。岛内资深媒体人吴子嘉也曾数次在节目中称，黄曙光是贪污犯。黄曙光于今年2月起诉吴子嘉妨害名誉，附带民事诉讼。事实上，黄曙光请辞的原因，有台媒就透露称，是因为要专心应对起诉吴子嘉诽谤的官司，并对外声称自己承受了不实指控、严重诽谤和攻讦。对此，吴子嘉17号在岛内政论节目上回应说，早在去年11月，他就已经向台北地检署举报告发黄曙光、郭喜以及负责建造潜艇的台船国际海昌工厂厂长柳思威3人贪污。告发的证据内容就是泄露的录音文件及近7万字的文字档，其内容中提到海昌工厂厂长柳思威与其他系统厂商一起讲话时，谈到黄曙光的未来，说要去当什么官。此外，柳还代表黄曙光称可以大包大揽发包工程，并且还承诺未来利益也会发包给韩国人，结果都被韩国方面的厂商录音。最重要的是，这些录音中的许诺竟然都一一实现。吴子嘉表示，这当然兹事体大，公布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对于录音本身，吴子嘉称已将录音文件送到美国的第三方鉴定机构，确定真实性后才去告发。我总共告发3个人，为什么只有他1个人告我，其他2个人不敢告？这个很简单，证据确凿。对于黄曙光请辞的原因，还有岛内媒体指出，是因为赖清德不信任他。赖清德在防着黄曙光，所以我干脆就辞掉了嘛。讲好听就是阶段性任务告一段落，该是交棒下一个，然后台面下的浅说辞就是我也不相信你能在那么快的时间找得到什么好的人来帮你造舰。自制潜艇是台当局多年夙愿，台军方称，自制潜艇是台海军不对称战力的关键。不过，潜艇研制难度大，仅凭台湾自身的技术很难完成。台当局投入多年，第1艘自制潜艇原型舰海鲲号在去年9月得以正式亮相。台军方还为此举行了一场隆重的下水仪式。不过，从台媒当时发布的照片来看，这艘所谓的自制潜艇连外观完整都算不上，而且下水仪式不下水，也被岛内网友吐槽是自嗨。不能都靠大喜功，当初的时候没有下水就下水，说下水典礼结果没有下水，然后这个时候就变成了我们的透支宣传，就是没有你就宣传了，没有就宣传了，大家都看破了。海鲲号能不能用还要打个问号。民进党当局却已经在规划猛砸钱搞量产了。据台媒报道，蔡英文和赖清德3月9号秘密参观正在进行测试的海鲲号。赖清德在听取相关简报后，除表达会全力支持自制潜艇外，还主张后续7艘不必分批建造，应该一次完成。但台媒爆料称，台海军日前初估7艘自制量产型潜艇预算超过2800亿元新台币，约合625亿元人民币。
平均每艘潜艇成本高达约90亿元人民币，这比海鲲号原型舰造舰成本近70亿要贵出许多，引发舆论哗然。那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觉得这个你要知道，动不动上千亿的东西这里面一定有猫腻。但是，因为这个东西还没有成型，是，还没有成熟啦。而在这个时间点，那个负责人这个时候说他要走人，对，那就让大家觉得这个水，这个潜水艇本来就要潜到深水，但这个水不知道有多深。台海军前舰长吕礼师则表示，这件事很正常，因为前线吃紧，后方紧吃。永远都是这个样子。他还指出，台自制潜艇除了造价高昂外，技术也很落后。海鲲号号称比台军现役艇进步10年，即便如此，也只达到上世纪90年代水平，还没有进入21世纪。21世纪到目前来说，已经24年了。你在用上个世纪的潜舰了。联合国安理会预计将在19号就巴勒斯坦申请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一事进行表决。这是时隔近13年，安理会再次审议巴勒斯坦入联申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8号在访问印尼期间明确表示，中方支持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成员国。然而，对于此次申请，外界预料美国很可能再次使用否决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8号与印尼外交部长雷特诺在印尼首都雅加达举行记者会。对于巴以局势，王毅重申要尽快停火止战，建立人道救援机制，避免局势升级。他批评美国不尊重联合国安理会呼吁加沙停火的决议。美方却声称这一决议没有约束力，美方的这一言论令世人大跌眼镜，再次暴露了美国的霸权心态。国际法在美国眼里，似乎只是想用就用，不想用则弃之的工具而已。中方支持安理会尽快讨论并接受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4月2号，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致函联合国秘书长，要求重启入联进程。巴方认为，在以色列对加沙实施残酷战争的情况下重提入联，在国际社会人心向背方面对巴方较为有利。8号起，安理会接纳新会员国委员会进行了多次磋商。11号，安理会轮值主席马耳他常驻联合国代表弗雷泽表示，目前安理会并未就巴勒斯坦入联一事达成共识。决议投票时间在各方角力下进行了多次变更。有消息人士称，阿拉伯国家希望在18号进行投票，而有国家则希望投票不要引发过多注意，因此希望在19号举行。据了解，决议草案是由阿尔及利亚起草。2011年，巴勒斯坦曾因美国威胁使用否决权而暂停了申请进程，因此对于此次申请，美国的立场备受关注。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托马斯·格林菲尔德16号对巴方的申请泼冷水，声称巴勒斯坦入联对于落实解决巴以冲突的两国方案没有帮助。他还坚称，美国总统拜登已明确表示，华盛顿支持两国方案，美方正在努力让方案尽快得到落实。巴勒斯坦总统发言人鲁代纳18号对美国的相关言论表示谴责。他表示，巴勒斯坦人民有权成为联合国正式成员国。以色列没有执行联合国181号和194号决议，没有履行相关承诺，其联合国成员国的合法性存疑。鲁代纳表示，巴勒斯坦总统对美国威胁使用否决权的立场表示谴责。由于美国继续采取鲁莽支持以色列的立场，美国的信誉受到质疑。法新社援引专家观点认为，鉴于美国磨蹭了几个月时间才勉强同意不否决安理会呼吁加沙停火的决议，想让美国接受巴勒斯坦入联难比登天。尴尬的是，在巨大的国际舆论压力下，同样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英国和法国，目前已经提出考虑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可能性。这种趋势加剧了美国在国际社会甚至是西方世界中的孤立。两国方案的前提就是要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美国拜登政府一方面支持两国方案解决巴以冲突，另一方面在巴勒斯坦加入联合国的问题上也有设置重重障碍。我们可以预测，未来美国仍然将阻挠巴勒斯坦加入联合国，来满足以色列的需要。那就是在巴勒斯坦加入联合国的问题上，美国是支持以色列、偏袒以色列的。
当地时间4月17号，联合国安理会还就青年在应对地中海安全挑战中的作用举行高级别公开会。中国新任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地中海地区面临着复杂的安全挑战，当务之急是全面落实安理会第2728号决议，立即实现加沙停火。要推动解除对加沙的封锁，扩大人道准入，让民众获得基本生存保障。只有当每一位青年得享安全与尊严，地区和平与发展才有希望。此外，作为巴以冲突外溢的最新表现，伊以局势，尤其是以色列是否采取军事行动报复伊朗，持续受到关注。当地时间1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耶路撒冷会见德国外长贝尔伯克和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后表示，以色列对伊朗方面的袭击保留自卫权利。אני מודה לידידינו על תמיכתם בהגנת ישראל, ואני אומר את זה גם תמיכה במילים וגם תמיכה במעשים. יש להם גם כל מיני הצעות ועצות, אני מעריך את זה, אבל אני רוצה להבהיר שאת ההחלטות שלנו אנחנו נקבל בעצמנו. ומדינת ישראל תעשה כל מה שצריך כדי להגן על עצמה. 以色列已然蠢蠢欲动。据美国广播公司17号报道，多名以色列消息人士表示，以色列本周至少有2个晚上准备对伊朗发动打击，但行动随后又被取消。报道称，自伊朗对以色列发动打击后，以色列一直在权衡如何以及何时对此作出回应。一系列不同的回应选项被提交给以色列战时内阁。消息人士称，可能的回应包括攻击所谓伊朗在该地区的代理人，而不攻击伊朗本土，以及可能对伊朗发起网络攻击等。美国和欧洲国家很可能会继续加大对伊朗的制裁，包括军事制裁和经济、金融和能源制裁，使伊朗处于这个防御的地位啊。所以从目前来看，如果中东的冲突不能够得到有效化解的话，那么区域的冲突会变成更加大的范围的域外大国和伊朗的